那我们来学习一下美甲左右双色渐变的一个方法。这是我刚做好的几个版，然后这些颜色呢比较偏马卡龙颜色，你像有就是相近色的，还有这个深浅色的一个双色渐变。然后其实它们的操作方式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呢就是它其中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们需要注意，所以今天给大家做两款，一款是浅色系的，另外一款呢是深色系的，大家把那些注意事项稍微注意一下哈。然后我们准备好甲片，我们的这个圆头光疗笔，再准备一个棉片，然后额外呢我们需要准备一点底胶，然后放在调色板上等待备用，一点点底胶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甲片，你的甲片上，你平时做款式可以不涂底胶啊，但是这个做双色渐变练习的话，尽量还是打一层底线。然后呢，拿出我们的一个目标色，我给大家选了一个偏西瓜色一点的吧，然后一个是浅粉色，一个是浅绿色。现在一边刷出你的目标色，整个指甲是1分为2。如果你想要某一个颜色多一点，那你就让它面积占的大一点。好，这边刷上粉色，不要烤灯。接下来刷另外一边的颜色。中间有这个晕染，就是叠合重合的地方，问题不大，不用管它哈。我们把整甲一定就是两个颜色，首先要刷均匀。刷均匀之后，如果笔上沾了另外一个颜色的胶，一定记得稍微擦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拿出我们的圆头光疗笔，以防万一，就是一旦说是你这个颜色重合不好或过多过少情况下，你可以这个时候蘸一点点底胶，也可以不蘸取底胶，直接在甲面上做横向的双色晕染。你这样横着拉两条线，拉线之后这笔上是有余胶的，但是它这个两个颜色，你看就是对应的是两边的颜色，所以说不用直接把刷子上的胶擦掉。在我们做好这个晕开之后，直接从顶端刷下来。这上面有一个小点点，先把它去掉。好，看，这是第一层。第一层其实两个晕染过渡，它第一层是有笔痕的，不要紧，因为甲油胶浅色系的相对来说比较难做，我们需要再叠加一层。这是一个浅色的，我们先烤灯60秒。烤灯期间呢，我给大家同时做2个哈，给大家节省时间。然后同时做2个，一个是深色，一个浅色。做另外一个的时候，一定把这个我们笔上的这个胶刷干净。同样，我们这个甲片打好底之后涂底胶。涂底胶在做深色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注意什么？一定是先涂浅色，再涂深色。先涂浅色，再做深色，不要先涂深的啊，不然这个一旦蹭上胶什么的就不大好弄。可以呢，做深浅渐变的时候，因为深色说实话饱和度它的色彩色相就比较重，所以说浅色可以，一般浅色不是一刷一个色一半嘛，这个浅色的我们可以多刷一点。占的面积稍微大一点，占整个甲面的2/3，然后拿我们的深色刷整另外一边1/3。
好，它上面有点胶，还是要把它擦干净。刷好之后呢，拿我们的光疗笔，同样用同样的方法直接。这个比例的稍微高一点，别铺下去哈。哎，从上到下，我们去将它过渡晕染开。看，这是2个颜色。如果说中间有些地方实在弄不匀的话，我们可以拿这光疗笔蘸取一点底胶，将这些刷痕比较明显的地方、浅色一点的地方再稍稍过渡一下，让它就是颜色柔和一点。来，这是另外一个颜色。好，我们烤灯60秒钟。好啦，这是刚刚那个浅色系。浅色系呢，我们做完1层，再叠加第2层。还是用同样的方法，同样的位置，再叠加上1层。好，颜色过渡好后，我们用刚才的方法，将2个颜色晕开，然后呢，从中间往下刷，将这个边缘处过渡一下。这个时候再看是不是比第1层饱和度就要高一点了。看，是不是好一些？好，我们再烤灯，烤灯之后直接上封层就可以了。好，烤灯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就直接上封层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，喜欢亮面的还是喜欢磨砂面的。我呢个人就觉得就是都挺好看，反正呢就是给它做一下这个磨砂面的一个效果吧。直接上封层就可以了，全部烤完。其实双色渐变还是左右双色渐变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大家可以多练习。然后再就是烤灯，在烤灯期间呢，这个胶一定记得把它烤干，千万不要就是没烤一半，尤其练习的时候也不要烤一半就终止，不然它很容易缩胶啊。再涂上磨砂面，看一下。我发现很多款式这个磨砂封层要比亮面的要有感觉很多。但是磨砂封层有个不好处就是会容易脏。尤其浅色做的浅色款的指甲会容易脏。好，我们烤一下灯。今天刷评论，有宝宝跟我说应该是照灯，不是烤灯。哎，其实这个名字吧，就跟当时开始自己学的时候，那时候已经养成习惯了一些说法，其实这个意思是一样的，大家能够理解就可以。这个底胶啊，在这儿，我们的作用主要就是说，如果一旦刷痕比较明显的话，拿底胶蘸着去那个晕染一下，稍微过渡一下再刷的话，它那个笔痕会减少很多，会就是整体柔和不少。看一下这个磨砂面一个效果，其实你看它这个是完全没有笔痕的，整体2个颜色过渡是非常好的，是吧？啊，这是我们一个左右渐变的一个